美国当地时间周三晚，中国第11任驻美大使秦刚抵达华盛顿，正式履新赴任。秦刚在抵达华盛顿之后，即向中美媒体发表讲话，表示，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在数十年的外交生涯中，秦刚2度担任外交部发言人的经历尤其受到关注。分析认为，选择秦刚作为新任驻美大使是新形势下处理中美关系的需要，而秦刚履新后的首要任务是稳定中美关系，并尽可能推进对美合作。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秦刚抵达美国履新。秦刚抵达机场时，打着红色领带，佩戴的白口罩上还有中国国旗的图样。秦刚抵达华盛顿后，即向中美媒体发表讲话，表示，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中美关系又站到了一个新的紧要关头，既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也有巨大的机遇和潜力。何去何从，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事关世界的未来。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秦刚还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的欢迎词中写道：“中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将是两国人民之大幸，世界之大幸。”此外，秦刚还致信全美侨胞和在美中国留学生，表示将推动美方维护华人华侨合法权益、公平待遇，并希望在美中国留学生成为促进中美友好的民间大使。秦刚在本月开通了推特账号，抵达美国后，秦刚一连发布了3条推文，表示期待在这个国家接下来的时光，并透露自己将在大使官邸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后，尽快开始工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0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发推祝贺秦大使到任。秦刚到任美国驻华大使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此前，法新社记者就曾在周2的外交部记者会上，专门就秦刚是否已启程赴美履新向发言人赵立坚提问。纽约时报周4也刊发了秦刚到任的大篇幅报道，还特别选用了一张在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访美期间，秦刚陪同习主席同乘一辆导览车在波音公司访问的大照片。今年55岁的秦刚先后3次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任职，并于2014年至2018年担任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礼宾司是外交部最重要的部门之一，需要帮助规划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的出访、会晤与参加大型活动的行程。2018年9月，秦刚升任外交部副部长，分管欧洲地区事务和新闻礼宾工作。在数十年的外交生涯中，秦刚2度担任外交部发言人的经历尤其受到关注，特别是因其惯用反问和类比的发言风格而备受外界瞩目。比如2014年，秦刚在回应奥巴马亚太行未访华时称：“你来或者不来，我就在这里。”同年，针对日本媒体批评中国军费支出上涨，秦刚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只端着红缨枪的童子军，国外有些人总希望中国是长不大的童子军，如果是那样的话，谁来维护国家安全，怎么维护世界和平？他对整个中国的外交风格、中国的外交立场、中国的外交实践，包括对西欧国家、对美国的这个外交，我想都是非常熟悉的。尤其是秦刚大使曾经做过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他对这个各个领域的问题、各个领域的议题都应该有非常熟悉的了解。我觉得应该是十分杰出的一位外交官。另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秦刚临行前曾在上海会见来自美国商会的代表，以及迪士尼、霍尼韦尔、强生等美国企业的高层，并与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和智库进行交流。而在前往上海前，他还在北京会见了环球影业的高层。有分析认为，秦刚在外交部不同部门均有丰富履历，且在国内和海外相关部门都有经验，处理过许多挑战，是一名专业性极高的外交官。当前中美关系棘手而敏感，更需要一位专业与能力俱强的外交官担任大使一职。现在这个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头。
那么我觉得秦刚大使依靠他自己丰富的这个经验，以及他这个和美国和西方打交道的这些经历，应该能够在自己新的岗位上不辱使命，来这个在维护我们国家利益的同时呢，来这个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的轨道来发展。今年6月底，担任驻美大使长达8年的崔天凯离任。在离任前发布的致全美侨胞的辞别信中，崔天凯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十字路口。而就在秦刚大使履新前几天，中美双方刚刚在天津完成新一轮对话。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向美方明确了中美关系的3条底线，中方也向美方提出了2份清单，一份纠错清单和一份重点个案清单。有分析认为，在当下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秦刚担任驻美大使后的首要任务，一方面将是传递中方的立场与诉求，推动美国改弦更张，解决中美关系间现存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管控两国分歧，避免中美关系继续恶化。《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秦刚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既要能代表中国方面的立场，同时仍要构建中美之间的桥梁。当前，美国两党在对华强硬立场方面展现了少有的团结。驻美大使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多的。那么，我相信这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来这个扭转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这种负面情绪。那么，其次呢，我相信这个秦刚大使能够把中国的立场、中国的声音、中国发展道路的这些正确的信息传递给美方。值得注意的是，秦刚的赴任也结束了过去1个月中，中美两国同时没有驻对方大使的情况，这是自两国建交以来都十分罕见的情况。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已于去年9月离任，接替人选至今未公布。今年5月，有外媒透露，拜登政府有意任命前副国务卿伯恩斯接任这一职位。美联社报道称，伯恩斯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曾在乔治·沃克·布什总统任内担任副国务卿，也曾就任美国驻希腊大使以及驻北约代表，现任阿斯彭战略集团和阿斯彭安全论坛的执行董事，同时兼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不过，伯恩斯没有任何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在谈到中国时，经常使用“对抗”一词，立场偏向鹰派。但他此前在接受德媒访问时曾表示，中美关系正来到一个关键时刻，经济脱钩不是现实选项，美欧日应联手制衡中国，并在特定领域与中国合作。美国政府官员透露，拜登对大使遴选过程非常感兴趣，并亲自参与到遴选过程。但人选之所以迟迟未公布，是因为还在对许多提名人进行背景调查和财务审查。白宫官员此前强调，在政府宣布之前，还没有人选得到最终确认。我相信，在目前这种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这种负面情绪，比较高，那么对中国的这个政策比较强硬的这种背景下，新的大使一定会受到很多反华议员的这个刁难，所以的话，这个过程，我相信不会特别的顺利。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秦刚作为新任驻美大使已抵华盛顿，引起海内外媒体普遍关注。您对此有何观察？我注意到，早在崔天凯离任之前，外界就已经有猜测说秦刚将会走马上任，但中方对此一直未置可否。不仅如此，对于秦刚的上任过程，中方的处理也是异常的低调。直到秦刚已经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才由中国驻美大使馆官网正式确认了这个消息。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办法阻挡中美两国舆论对于此事的高度关注。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最近几年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处于高度紧绷、高度复杂敏感状态，而中方在什么时候派出驻美大使，以及派谁出任驻美大使，就成为了外界观察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风向标。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去年9月，随着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的离任，美国驻华大使一职一直处于空缺状态，并且接替人选至今没有公布。而在今年6月23号，随着崔天凯的离任，中国驻美大使一职也有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处于空缺状态。这是自从中美建交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而赴拜大使既是两国关系正常交往的基本沟通渠道，更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象征。外界因此担心，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将会因此而逐步走向不正常，两国关系的基本沟通渠道将会因此而进一步中断。在这种情况下，中方率先向美方派出大使，这体现出了中方不愿意看到两国关系进一步走向恶化，以及愿意率先打破僵局的意愿。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秦刚这次赴美上任正好是在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女士访华之后，因此不排除这是属于舍曼本次访华成果的一部分。假如我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拜登政府也将会很快公布新的驻华大使人选，中美大使级外交将会得到恢复。那么在您看来，秦刚这次走马上任中国驻美大使，将会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面临着哪些困难和挑战？我认为用人为受命这个成语来形容秦刚身上肩负的使命是非常贴切的。而且秦刚这次出任驻美大使，需要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可谓是千头万绪。首先我们知道，在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期间，中方向美方提交了一份要求其纠正错误的清单，包括敦促美方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等等。我认为这应该是秦刚赴任后必须要处理的当务之急。那么其次，大家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之所以越来越有针尖对麦芒的态势，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以所谓侵犯人权为由，介入了中国的新疆与香港等问题，而中方则认为美方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于是中美关系就因此而走向了进一步的对立。我认为这是秦刚上任后需要破解的中美关系瓶颈问题。那么第三，拜登政府上任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布局，包括怂恿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介入台海局势，纠集印度洋与太平洋沿岸国家实施旨在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以及召集欧洲国家准备跟中国打群架等等。这些都是秦刚上任后需要拆解的战略级别的难题。那么第四，针对拜登政府出台的竞争、合作、对抗、对华新三板斧的政策，秦刚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将中美之间的恶性竞争与对抗扭转到相互合作的大局上来，尤其是要化解中美之间的经贸与科技战。不过，虽然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甚至是非常紧迫，但是我仍然要说的是，这些问题还不是中美关系的病灶与病根，而仅仅是中美之间根深蒂固的顽疾发作之后的表现。中美之间所有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前总统特朗普与现任总统拜登执意挑起了对华新冷战，导致了中美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走向了激化。大家知道，制服一头牛，首先必须要牵住牛鼻子。对于秦刚来说，要解决中美关系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首先还必须要从源头上化解美国的对华新冷战。不抓住这个牛鼻子，所有问题就都无从谈起。中美关系只会像一头不受控制、乱冲乱撞的野牛，